这一集呢，就是身为吃货的我非常的开心，因为呢我们要来吃米其林，而且呢还是米其林的外带。那在这边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米其林为什么会开始做外带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介绍好了。我现在人是在加州这边嘛，然后加州这边的话是从今年的3月开始就 lock down 了，就是有很多商店没有办法营业，包括像餐厅也是。那这很直接的就冲击到餐厅的生意，因为没有办法内用的话，除非你是原本有就是做外带服务的餐厅，不然的话影响是非常大的。像我自己啊，就是也收过一些 email 啊，或者是简讯，就是我可能过去光顾的店，他们最近因为就是可能经营不下去，然后就是用一种预售之后的餐点，或者是寻求就是群众募资的方式，让他们可以度过这段期间。那其实呢，就是会看到有更多的餐厅，他们是去思考说要怎么样就在这个时间进行一些转型。假设你是原本没有提供外带服务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改变自己餐点的方式，然后或者是做成像便当的形式。那我们今天要吃的米其林餐厅呢，就是属于其中的这一类。如果说你对于餐厅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还有就是包括外卖平台的这个整合等等，很有兴趣的话呢，蛮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个 podcast 叫做《科技导读》。里面有一集就是叫做在家吃米其林，那里面就提到了蛮多我刚刚说的这些现象。再来呢，提到就是米其林在 LA，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其实不知道，但是米其林曾经退出 LA 的整个市场，就是长达有10年之久。好在呢，就是在多年的努力之后呢，米其林可能又看到了一些洛杉矶餐厅的一些潜力还有特质，然后呢，在去年就是2019年的时候，重新回到洛杉矶了，拍手。对，也就是说 LA 现在是有蛮多就是米其林餐厅的哦。这边呢就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要吃的第一间餐厅，叫做 Anaka。那它的名字呢，应该是来自于就是主厨的名字叫做 Niki Nakayama。大家从她的名字应该不难看出来，她是一个日裔的女主厨。女主厨其实不管是在厨师界或是米其林界，我觉得都算是还蛮少见的。那这家餐厅呢，就在 LA 也是非常的有名，算是非常热门的一个日本料理的餐厅。那更精准的来说的话，它卖的是现代式的怀石料理。然后其实 Niki 她的故事呢，有被收录在 Netflix 的 Chef's Table 里面的其中一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我这边的话呢，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有提到她其实是日裔的美国人嘛，那她实际上呢，就是在洛杉矶这个地方长大的。那虽然说是在这边长大，但是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就是他的父母，相对之下还是非常观念保守的那种日本的传统思想。所以呢，其实在家里面就是会有一些重男轻女的现象，就是他有一个哥哥，然后我觉得他小时候在家里面就是还蛮常会因为他是女生，所以可能做的事情就比较不被肯定之类的。那这个现象呢，其实也延续到了他后来在整个职涯的路上，因为女主厨就是在厨师界或是米其林界都非常的少见，所以呢，就是他等于说也是需要去打破很多的人这个歧视或者是刻板印象，才有办法就是来证明自己的一些厨艺。所以我觉得他在分享他整个职涯故事的时候，就是身为一个女生，我看了也是会觉得还蛮感动的，就是他在这过程中非常的努力的在证明就是女生也可以做得很好。我自己个人觉得怀石料理其实是非常适合米其林评比的这么一个菜系。那我大致归类了就是2大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觉得怀石料理它非常的能够代表日本的饮食文化，甚至可以说是把日本的哲学思想就是融入到饮食里面去，然后去发展到极致的一个表现，就是包含在上菜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们有非常严格的一个顺序，你不同的烹调方式就是要有一定的上菜的顺序。第二个原因呢，其实就来自于怀石料理它对于食材的讲究，就你不只是要当季新鲜，而且呢最好是要以当地特色的食材为主。也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怀石料理的菜单经常是一种无菜单，或者说是频繁更换菜单的一种形式。那我觉得就是这一点呢，就是非常的适合主厨来发挥创意。我觉得今天如果说我决定要去吃一间米其林餐厅的话，我不会只是为了吃，可能比较偏向艺术性上面这样子的一个体验。那所以说我会觉得去了解就是这家餐厅所卖的餐点，还有它主厨背后的这些故事，就有点像是你去听一场音乐会，或者是看一个画展，你也会去了解这些艺术家背后的一些生平，还有他们经历的故事是怎么样，才能引导他们创造出这样的作品。我觉得这些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才会想要在影片的开头就是跟大家做一点小小的分享。
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点实际面的东西吧。我现在在平板上面就是会开好他们的网站，我应该到时候会把荧幕就是放在这边。他们平常内用的话呢，就只有分2种价位，分别是225美元还有275美元。那这2个价位的菜色差别在于，一个是素食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般的，可能会有肉这样子。那这个价钱呢，都是不含酒啊，还有小费。一般像这种就是属于比较高档的餐厅的消费的话，最少的小费应该都是要给20% 以上。对，那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要内用嘛，所以呢，现在就来介绍他们的外带的选项。外带的话，一样也是分2个价位，分别是38元的寿司便当，还有85元的高级怀石便当。那我们这一次呢，其实就是选择了这一份寿司便当，因为我就是已经超级久没有吃寿司。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页面呢，其实是他所合作的一个外卖平台。我这次看到还蛮多，就是比较高阶的餐厅，他们都在上面，就是让大家可以选择外带这样子。那恩纳卡的话呢，他们是选择在每个礼拜六会有开放，可能下一个礼拜的一些新时段让大家来抢。那真的就是很难抢，可能它一公布出来的，也许10分钟内就会全部都卖光了这样。今天呢，其实不只是有我，就我室友他也想吃米其林便当，但是呢，因为刚刚那个寿司便当，就很不幸的我只抢到1份，所以呢，我后来又找另外一家餐厅。那我现在也想要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一家。那第2家餐厅呢是叫做伊玛。对，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子念啦，因为它是一个在日本拥有米其林1星的餐厅，叫做伊玛福库所开过来的一个姐妹店。那所以严格来说，其实伊玛并不算是一家米其林餐厅，因为大家都知道，米其林的星等是根据餐厅限定的，并不是说你开了一个分店，那个分店自然也会有米其林的星这样子。那么不论是伊玛福库或者是伊玛，他们卖的都是日式的 sukiyaki， 还有 shabu shabu。就是属于锅类的这种形式，那他们所主打的呢，就是 A5的和牛。那其实伊玛它在 LA 这边还算是一家超年轻的餐厅，它是在去年的下半年，可能差不多9月那个时候被引进来的。那引进它的老板呢，其实是在 LA 这边有经营一家就是非常有名，也是高价位的日式的烤肉店。然后这2间店其实是开在有点算是隔壁吧，就是都在 Beverly Hills 那边，就算是还蛮贵的一个区域，大家都知道。所以它刚开幕的时候，就是也是非常积极的在宣传，然后直接呢就把伊玛定位为 LA 这边的高档的这种和牛的锅类料理店。因为在伊玛进来 LA 之前，其实这边大部分的寿喜烧店都是定位在可能40-50块这个区间，甚至还有连锁的，就像 Momo Paradise， 就是它有一些自助区，就是那种沙拉吧可以让你去吃的，所以算是一下子就把这个定位给划开来了。一样看一下它的内用价格，它是属于套餐的形式，也有一些单点类的商品，但是因为我也没有实际内用过，所以不知道说是不是有低消规定，你每个人一定要至少点一个套餐之类的。套餐的话，价格是有2种，分别是140美金还有180美金。那我看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在于它们肉量的不同。当然，这个价钱也是不包含酒啊，还有小费。那么这次呢，他们的外带一样是做成便当的形式。我觉得日式料理就是非常的适合，就是改一下，然后就变成卖便当这样。便当的话，他们就做了蛮多不同款的。那其中65块这个呢，就是他们最有名的这个寿喜烧做法的和牛片去涮成的。我自己很喜欢吃 Wagyu， 就是和牛，但是我又有点怕，就是它拿去涮那种锅类，如果是一整片很油的话，我应该会受不了。所以和牛的料理类，我其实通常还是比较喜欢它用可能偏向烤的方式。对，所以我这一次选择的呢是这一款。那我觉得它切起来的厚度感觉上比较刚好，就是我还可以吃得到一点肉的质感。OK， 那么现在时间呢已经接近了，就是我预定要去取餐的时间了。现在呢，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可能餐厅的外观长什么样子，然后我再实际的带大家一起来试吃一下吧。我现在在它店的外面这边，原本以为还可以进去，就是拍到一点店内部的装潢给大家看，但是 social distancing， 所以全部的人都在外面，然后等待他的服务人员帮你从里面取餐出来。Please check the name. Yeah.
就先来看一下它的包装吧。这里有一排是独立出来自己的，这里还有一大盒。哇！这边呢有他们印的一个 menu， 就是跟你说这每一格是放什么样的东西。这个的话呢，就是有一些生鱼片的沙拉，然后这个的话应该是很日式那种马铃薯沙拉吧，然后还有一个腌菜。然后这个的话主要是甜点的部分，就是有一个果冻跟好像是抹茶白巧克力蛋糕。然后这个是饭，中间放了一个那种日本的腌制梅。这一边的话就比较杂了，有几个炸物，然后玉米跟这个应该是石狮头吧，对，石狮头，然后里面好像有放一些 stuffings。然后生鱼片的话呢，就在这边，一个尾鱼，一个鲑鱼，一个干贝跟蟹肉。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生鱼片它没有特别写在这上面。生鱼片怕等一下晚点吃就不新鲜了，所以我们现在先来吃生鱼片。从我猜味道最淡的这个干贝开始好了。干贝很甜，然后口感是那种有点脆脆的，感觉出来很新鲜。它的尾鱼看起来并不是那种偏肥的部位，瘦一点，偏瘦一点的尾鱼。尾鱼吃起来就真的那个满足感，很像在吃海里的牛肉一样。蟹肉沙拉的料，这个蟹肉超级有嚼劲的，你觉得吗？就是普通我们在吃那种寿司卷里面的那种蟹肉，超没灵魂的，就只是一丝一丝的肉在那边，但是这个很有嚼劲啊，就是很像那种去吃帝王蟹，然后那种抽出来的蟹脚的一段的那种感觉。接下来吃，按照顺序应该是要先吃这个沙拉，然后它里面这里刚看到还有附一个酱，有点味增的料在里面。这个应该是金枪鱼的生鱼片开始。它表面看起来有过一点点这种炙烧的做法，我觉得它就是用不同的这种，就是有炙烧啊，然后有炸物，可以增加一些沙拉吃起来的层次感。我觉得在美国这边，其实生鱼片炙烧这个做法没有到说非常的常见，除非你在那种餐厅，然后单点一个，然后你特别指定它用炙烧的做法，它才会帮你在上面火烤一下。南瓜马铃薯沙拉。对，它所使用的应该是那一种日本的甜粒南瓜。磨得好细哦，可能也是因为里面有南瓜的关系吧。我觉得它的口感吃起来很绵密。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主要的主食区，这一格底下这块石斑鱼被挡住了，然后它的做法好像也是偏向那一种味噌的，可能类似于西京烧的做法。然后这个椒里面的牛肉呢，我刚刚误会它了，它竟然是和牛，对，它不是一般的牛肉，是一片玉子烧。然后这个炸物应该就是炸尾鱼，它准备要配的酱呢是旁边这个，我看到里面的材料是写有柠檬还有香菜，对，还蛮期待这两个味道的组合，还蛮特别的。我觉得它的味噌的那个做法跟西京烧很不一样的，就是它没有太浓，不会完全盖住那个鱼本身的味道。然后它这底下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酱。我觉得石斑鱼的肉质就是会 Q 的，然后不会太软烂。它的切面长得好像炸鸡哦，如果你不跟我说，我可能会以为它是鸡。就它的肉质非常的扎实，它表面那一层炸粉不会就是太厚，去影响到整体尾鱼的口感。然后我觉得这个酱就是还蛮画龙点睛的。这个椒里面包的和牛，它的肉末没有小到就是你吃不到和牛的感觉。甜点的部分呢，我想要等一下留着，就是等和牛那个便当吃完之后，我们再一起来吃。那我们现在就移动到另外一家店吧。来到了 Beverly Center 这边，这里就是有很多什么精品店啊什么。我已经很久没来这一带了，因为前阵子示威抗议的时候，这一区也是被砸得很严重。然后我现在身后的这一家就是伊玛。
然现在已经开放内用了，但是是那种有限度的开放，就是比如说，梅花座就是间隔桌子这样子，让每一桌的人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还蛮意外的，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餐厅都还没有开放内用。先看一下它里面给了什么东西，这个是看起来是一个湿纸巾，然后上面也是印了他们自己的这个 logo， 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写金福，就是他们是姨妈夫妇的海外姐妹店嘛，所以我猜可能连 logo 都是长一样的吧。便当盒，然后这边也是用他们自己的这个贴纸。那我们现在来把它打开。OK， 打开之后呢，这边就是我们的主角和牛本人啦。看到没有？这个油花，哇，真的是分布的超级均匀。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些配菜的小菜，然后这里是蔬菜的部分。第一口呢，当然就是要先来吃和牛。那这个虽然它已经烤过，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到它这个肉的纹理。然后看看它这个厚度，真的是超级期待吃它。这个肉真的好厚哦。这个的烤法可能有点5分到甚至偏7分了嘛，我觉得有一点点太熟，我觉得有点可惜。再不熟一点点的话，我觉得应该吃起来会更嫩。哦，这个真的很下饭的味道哎，因为它的肉味就超级重。看起来它给的其他样小菜都是一些偏清淡，让你吃了可以解腻的一些小配菜，腌的萝卜吧。其中一个小菜呢，里面其实也是有牛肉的。它这个做法就比较像日本传统的那种，但是和牛便当真的就是没有刚刚那个寿司便当吃起来那么清爽，然后有惊艳的感觉。差点就是忘记要吃甜点了，里面还看得到2粒果肉。它那个果冻的部分啊是有果汁的，不是那种很单纯的吉利丁，应该也算是有呼应到它这边附的一片水蜜桃，就是它整个甜点都是偏向这种桃子味的。它的质地呢，我自己刚刚切起来的感觉是比较偏向棒蛋糕那种感觉。刚吃下去感觉到比较浓的是巧克力的味道，但是吃到最后呢，那个抹茶的香味会跑出来。像这种比较日式改良过的甜点，就是你吃的时候会当下觉得甜，可是你吃完不会觉得很腻，所以可以一口接一口。总结来说，我觉得今天的这2款便当我都还蛮喜欢的。然后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就是单独吃1份的话，都会吃得还蛮饱的。因为像我现在就是2份都挑着吃一些，然后就已经开始觉得饱了。我自己会觉得第一个便当吃起来就是比较用心、比较完整一点，因为它除了就是有前菜沙拉，然后生鱼片，还有主食之外呢，它也有这个甜点的部分。每一道菜你会感觉到里面是有很多不同的做法，然后食材去拼起来而成的，所以吃起来我觉得乐趣上还有整个口感的丰富度上都会比较够。和牛的这个的话，就是会比较像一般传统吃的那种便当，就你很明显的知道有一个东西是主菜，然后其他东西都只是配角。那当然就是米其林餐厅来说的话，就是少了那一层在店内然后被服务、被这整个氛围所围绕的那个感觉还是有点差。但是我觉得考虑到它的外带的价钱，这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大家可以趁这个机会就是把握一下，去试试看这些限量推出的便当。希望大家有喜欢今天这一集的分享。然后如果你在这段期间呢，也尝试了什么样就是餐厅很有特色的外带的便当的话呢，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就让我知道。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按个 like， 然后还没有订阅我的话，也记得在底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刚说是什么？